身体里灰尘不要视线，麻木着熟悉的气息正在蔓延，无所谓的脸一成也不变，仿佛生活出现了缺，却不会从前。刹那间，一切变得很荒野，伤痛划过指尖，来不及耶。一转眼之间，我已无法改变，好像是手脚绑了线，却视而不见，寻找平衡点。我不要人生只剩下庸俗的纪念，需要平衡点，给我点空间可以选择，给我点时间找回从前，不相信再失去知觉。嘴角踏着熟悉却麻木的气息在蔓延，无谓的脸，表情一成不变，心推手不前，心走得比时间快，开始看未来，仿佛所谓爱情都是因为寂寞在作怪，空气里灰尘你总模糊了视线，仿佛连呼吸都快窒息，带点腐坏的感觉，我只想逃离这个压抑的世界，希望有一天让我找回平衡点。李亚，我们真的不去看大哥啊？你忘了，大哥那5万块钱还在我们手上，说不定他是没有了这笔钱才会被人家砍。我们现在去看他，他不跳起来打死我们才怪啊！我就是想到这一点啊，就觉得不去好像太绝情了。去了不是会更刺激他？可是，好像是我们害了他。我听说大哥不只是欠人家5万，而是20万来的。即使还了5万，人家还不是照样不会放过他，照样会砍他。不过，我们总不能这样躲着他的啊。反正他现在已经不是罗家的人，我们也不用当他是大哥。什么？连大哥也不认啊？哎呀，不是不认，可是做人还是实际一点啊，爹。认什么都是假的，认钱最重要啊。现在大哥在外面欠人家一屁股债，分分钟我们都会被他连累啊。我相信法德也是因为这一点，所以才会跟他断绝父子关系的。也有道理啊。那如果大哥不是欠人家20万，而是一个有2000万身家的成功人士，你说法德会这样对他吗？哈？当然不会了，有那么有本事的儿子，谁都想要当他的法德，还管他是不是亲生的。哎，人啊，真的是太现实了。可是啦，当然了，如果现在有人出100万啊，你也连我都卖掉啊。你有这种身价吗？喂 ，Hello， 你要死啊！等下你这样死你老婆。开玩笑的，我老婆是无价之宝。烧肉嘛，哎，对，我跟你讲，明天早上9点，我约了一个富太太在富豪大酒店吃早餐。富太？什么富太啊？哎呀，我前天去签约的时候，认识一个台湾的富太太，哇，她很阔气，一口气就租了5个单位啊，说是开什么名牌手表的专卖店。我看她的身价起码有几10亿啊，我就趁机跟她打好关系，说要带她到处走走，她很开心啊，所以她说要请我吃早餐。啊，明天，明天拉拉校长不是要见我们？对哦，我忘了。哎，那你去见了校长，然后才来酒店找我们啊？对了，刚才我给大哥跟巴德的事搞到头昏脑胀，我都没有时间问拉娜什么事情。你有没有问他哈？是不是因为他的头发？哎呀，他那个校长真的是老古董，女孩子当然是爱漂亮的嘛，留长一点头发有什么关系啊？他以为是在开修道院啊，真是的。不是头发的问题，那是鞋子咯。不是啊，是 bra 跟内裤啊。bra， 拉娜又穿黑色的 bra， 我上一次已经跟他讲了，叫他不要穿嘛，穿得很 cheap， 很像巴哥，他还穿。拉娜在网上拍卖旧内衣裤啊。什么？拉娜，你到底懂不懂什么是羞耻啊？这样拿这种照片给人家看。哎呀，妈咪，想不到你那么无知，这些照片当然是别人的啦，从杂志上扫描下来的。你上网拍卖这种东西也是不知羞耻啊？有谁会知道这些东西是不是用过的？哦，那你就是骗人啦！反正我有很多旧内衣裤都要丢掉的，
夫趁机拿去发点小财。你简直要气死妈咪！爹，我不跟他讲，你再跟他讲，我对这个女儿局双手投降了。哎呀，拉，弟，你不用说了，我知道你们不满什么，也知道你们要骂什么，我只能说我别无选择。什么别无选择？妈咪现在没有给你吃，没有给你穿的。妈咪，人活着不只是吃饭穿衣服那么简单呐！我要交朋友，要看电影，要做头发，还要买衣服。可能对你们来说这些并不重要，那是因为你们已经经历过、享受过了。可是我不一样，我才15岁啊！我不要整天关在家里，哪里都去不成。我要看看这个世界，享受属于我的生活，而这些都是需要钱的。拉娜，那你应该知道，不是 Daddy 妈咪不给你钱，而是我们现在环境不一样了，我们实在没有这个能力的啊。我知道啊，所以我也没有强你们所难，自己去赚钱喽。也是妈咪说的，要钱就自己想办法。现在我用我的方法来赚钱，他一呱呱叫。Hello， 你不觉得你用这种办法很恶心吗？你叫我去当辣妹洗车，给那些昂哥叮嘱，不是更恶心？爹，别生气。哎呀，那好好跟拉娜说，小心她又离家出走啊。OK。哎呀，兰娜，哎呀，妈咪不是反对你赚钱，可是你这种赚钱的办法实在是太恐怖了。Luckily， 妈咪没有心脏病，要不然会给你吓死的。那，你听妈咪讲，你是妈咪跟 Daddy 的心肝宝贝，我们好不容易把你养得那么大、那么聪明、那么漂亮，万一你出了什么事，你叫我们怎么办？哎呀，妈咪，你放心啦，反正世界上总有一些变态的人，不是满足他们一下咯。一件穿过的 cheap bra 可以拍卖到80多块耶。啊，哎，那内裤呢？更高啦，120多块都有。哇，真的有那么变态的人呐？兰娜，这种钱不能赚的，就是因为这些人是变态的，你跟他们见面的时候就很危险了。不怕啦，可以用邮寄的吗？那如果他们要求面对面交货呢？爹，真的有这种变态的人呐？有，我看过新闻，日本就有一些变态佬要求那些少女在他们面前脱下内衣裤的。咦，叫他们去死啦！咦 ，so disgusting， 就是咯。这样恶心的事，给我再多的钱我也不干啊。不过通常价钱出的比较高的人，也会要求当面交货的。啊，那怎么办？去咯！哇，那不是很危险？万一来的那个死变态狂性大发？妈咪，你放心啦，我每次去交货的时候啊，都会跟3、4个人一起去的，还有男同学暗中保护，所以保证不会出事的。本来这件事啊，神不知鬼不觉的，不知道哪个大嘴巴跑去跟校长报告，害我给他骂了1个小时。还好他不敢打我，不然我就报警，然后再去 MOE complain 他。哎，那这件事不能怪你们校长，他也是为你们好，担心你们受骗啊。对呀，你们都还是小孩子，思想不成熟，千万不要为贪一时的好玩去赚这种钱。万一真的来了一个有暴力倾向的变态狂，拿刀拿枪的，你们那几个哪够人家变态？到时遭殃的会是谁呀？哎，对，那新闻报道，美国就有一个变态狂，专门诱骗那些未成年少女，把他们囚禁来折磨。啊，警方还在他住的周围挖出了好几具少年的骨头呢。咦，所以咯，千万啊，你们这些年轻人不要太过自信，自以为自己很聪明。你有没有听过一句话哈？聪明反被聪明误。哦，哎，那兰娜你乖，你听妈咪的话，以后不要再这样子做了哈。哦，哎，板迪啊，你可以不可以教妈咪怎么上网拍卖？李儿，哎呀，这种钱不赚好像有些可惜嘛。哎，你放心，我只是拍卖我的旧丝袜而已。那男人内裤可以吗？哦呀。Morning， 依琳。哎 ，Good morning。依琳，可以先借我看一下吗？哦，好啊，等一下你再还给我咯。好，好，谢谢。喂 ，Vincent 啊，我看见了，这一切都像不是真的一样。我觉得我好像在做梦哎。还有跟你说，刚才我在傻傻站在街上，
我都要告诉自己，这不可能是真的，这不可能是真的，真的很好笑啊！哎，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？人生总是充满了意外，有时候这些意外真的是来得让你措手不及。就好像阿聪说，他带你去台湾，帮你出专辑。去台湾出专辑？你不要开玩笑啊！你这句话我跟阿聪说了，他说我哪有空跟你开玩笑，快点带那个小妞来录一个袋子，我要马上把这个袋子送去台湾了。新加坡夜生活真的很闷啊！一到11点，整条街啊静悄悄的。11点还没到，我就上床了。哎呀 ，Stephanie， 那你应该早一点打电话给我，我带你出去走走。我们这里有一条街叫马哈马烧档，很多 pub 跟 lounge 的。哎，你们这里有没有鸭店啊？啊，原来你喜欢吃鸭饭。哎呀，你早出生嘛。我们这里有一间很有名的鸭饭店，我下午带你去吃。哎，鸡饭也不错哦。你不是开玩笑吧？什么鸡饭鸭饭的？我讲的是那种鸭。哦，你讲那种啊，那种我就不太清楚了。台湾那里啊多得很呢，有时候啊明目张胆的走过来，问你对他有没有兴趣。哎，改次来台湾，我带你见识见识。好啊好啊，让我开开眼界哈。喂，哎，看那个男人长得蛮帅的嘛。哦，他你说他这么像做鸭的？做鸭？是啊，他长得白白净净啊，天生是吃女人饭的。那还在对着我们笑，是在试探我们。只要你跟他笑一笑，他看到我没有反应，一定会走过来的。他过来叫醒你了，你要不要？不要上了啊！男人能玩，女人一样能玩，只要有钱，要怎么样玩都行啊。Hello， 嗨，我是嘉义的。哎，他是我哥哥。啊？是啊，我哥哥最近在放假，所以我就叫他带你出去走走看看。那你不早说，害我刚才闹个大笑话。没关系啦。他是我哥哥叫周，他是 Stephanie。Hello。我哥哥以前是开过旅行社的，所以对新加坡跟马来西亚这带很熟的。真的吗？那你可以当我顾问啊。我先生啊，一向来都在中国投资呢，他现在打算把业务发展到新马这一带。那他觉得那个市场不大，就交给我负责了。老实说，我对做生意真的没有什么兴趣。他给我2000万美金啊，我到现在只是租几间店面，那其他的钱呢，我不知道投资什么。Stephanie， 投资是急不来，不如就这样，这几天我叫我哥哥带你去走走看看，你看到什么有兴趣的，才慢慢考虑投资也不迟的。我也这么想。Excuse me， 上洗手间。Please。谢谢。爹，我什么时候变成你哥哥啊？哎呀，我也不知道，我刚才只是灵机一动，就冲口而出说你是我哥哥了。哦，你是不是又想 money？ 哎呀，对呀，爹，我们真的是心灵相通哦。哎，你刚才没有听他说，他的钱是多到不懂得怎么花。你怎么知道人家说的是不是真的啊？假不了，我刚才去房间找他的时候啊，他现在住的是一天1000多块的大套房，用的是全套的 LV 行李箱啊，单看那几口箱子啊，就有我们一半的身家了。我想他也没有什么理由骗我们都没什么钱给他骗哦。不过看她样子，应该是胸大无脑的女人，只是命好，嫁个有钱老公。哎，说不定她老公想到中国去玩女人，嫌她碍手碍脚，所以就给她几千万，打发她到这里来玩玩呢。对。哎，那你要我怎么做？哎呀，她有钱，可是看那样子很寂寞的，你不如这几天就好好陪陪她啊，看能不能在她身上挤一些油水。哎，她是亿万富太嘞，要她拿个10万8千出来投资，肯定没有问题的啦。可是
既然也不用说我是你哥哥嘛。哎呀，你不知道，刚才他看到你的样子的时候，两眼是发直的，他很色的。我不讲你是我哥哥，怎么能够迷他？哦，难怪他一直对我笑。原来我还这么有魅力的哦。Of course 啊，他还说你白白净净的，很像做鸭的。啊，哎，不过如果他想侵犯我，那我该怎么办？那你就上哦。真的啊？哈哈哈！你看你，我只是试探你一下，你就射向必入了哈你。没有啊，我哪有啊？他说没有。那，我警告你啊，如果你敢跟他上床的话，我就阉掉你，让你变一只阉鸭。哦。开英啊，先拿2000块给我。你要不能不见踪影，一出现就来拿钱。你大哥心情不好吗？我带他上游轮散散心吗？那你还要钱来干什么？喂，你知不知道啊？你大哥现在很吝啬哎。我跟他说上游轮，他竟然跟我讲没钱。他没钱，谁有钱呢？就是咯。不过呢，我也不要逼得他太紧，先把他搞上船再说。我就不相信他守得这么紧。这3、2天呢，我把他搞得昏头转向的，看他还不乖乖把快乐鱼交给我。喂，钱呢？你自己看一看啊哈！你已经拿了后个月的薪水了。哎呦，那不就给大后个月的喽？哎，好心你不要整天跑去赌啦，多留下来陪陪你女儿，帮帮她。你女儿啊，忙得快变成人干啦。不是有文雄在帮她吗？那个家伙啊，不折磨她就偷笑了，还帮她。什么事啊？你不要整天啊，老是上游轮啦，上云顶啦。哎，你女儿给人家吃了，你都不知道啊。哎，莲姨，哎，莲姨啊，我今天早上不是听说你要上赌船大杀四方吗？是啊，我现在很想找人杀。你去哪里？去厕所咯。干嘛？大便？肚子里很多风是不是？哦，痛啊！痛就是很多风了。把衣服拉起来。不用了，不要，莲姨。哎呦，你看看你穿的一身黑，家里死了人呐？不是啦，我去参加 Singapore Idol Second Audition。哦，你是很适合参加什么新加坡什么idol的啊？你也这样觉得？当然了，你这个人很idol的，整天都不做事，做工好像当皇帝似的。你这个什么新加坡idol有没有选你当冠军呢？莲姨，没有想到你那么幽默啊！哼，是不是开姨跟你说了我的坏话？你千万不要相信他，他老是看我不顺眼。其实我在这里非常勤劳的，不相信你问佳倩咯。佳倩，是吗？可是我听开颖讲，你每天忙得连饭都不能好好的吃，人呐瘦的了就快变成人干喽。妈，你说话太夸张了。就是咯，他这个人就是。这什么？不是，这什么？我的天哪！这不是手套吗？哎，这不是你刚才戴的手套吗？你不想活了？你把手套丢到汤锅里面去煮。我没有啊。你没有？这里除了你跟佳倩，还有谁啊？不是你还有谁啊？那就佳倩咯。你敢诬赖我女儿，我打死你！这个！不要打了！我拧烂你这只手，让你一辈子戴手套！不要！没事的，我看看，哎呀，一点点红红的而已，没事的。你呀，真是没用！我要淋他，像淋你的肉一样的。你这么帮他，到底是为什么？你是为他搞过啊你？妈，你说话不要那么粗俗，行不行啊？你好搞不搞，去给这种人搞，便宜了他还要倒贴，你怎么这么笨啊你？我真不明白，像我这么精明的女人。怎么生出你这么笨的女儿？不对，你一定是中了降头。
我得要找个师傅帮你解降才行。妈，你不要胡说八道啦！哟，嘉健不是中了什么降头啊，他是为情所困呢、摔就摔在这个文雄啊，长得跟文杰一模一样，他八成就把文雄当成是文杰了。那你不是笨哦？那个文杰呢，他有神经病；这个文雄呢，又不长进。你跟着他们啊，不死都假。女儿啊，我跟你说，你赶快把他一脚踢开，再去找别的男人吧。你又不是长得丑。好啦，不要再说了。女儿啊，我是在点醒你呀。真是没眼看了。喂，我是啊，什么事？啊？支票不能过账，有没有查清楚啊？哦，好好。怎么搞的？支票不能过账？喂，喂，海生啊，上回你给我的2张支票不能过账啊？哪2张啊？你回上海之前开了2张支票给我，一张是23万，一张是5万，说是给我买钻石表的嘛。哦，我开了太多支票都忘了，都不能过账吗？哎，不可能啊！对了，我们这边这几天在放假，是放长假，一放就是4天，所以汇款就慢了。哎，没关系，我马上叫我的秘书开多2张支票给你。哎，你放心吧，钱是不会不见的。好啊，好，好，好好，我再给你联络，拜拜。讲话那么温柔，是不是女朋友的电话啊？我有你这个女朋友就已经疲于奔命了，哪还有精力去交别的女朋友啊？男人都是苍蝇，没有不吃腥的。哇，这些中文字好深哦，我哪看得懂？我不是给你请了个老师了吗？你一定是偷懒，没有好好学，对不对？不是我不要学，可是这些中文合约真的是很难。你也知道我的华文程度，讲还可以，要我又写又看的，我真的要举手投降了。啊，喂，你不学是不行的，很多人专在合约上动手脚，如果你贸贸然签下去，损失就大了。你又是公司的总经理，总不能每样东西都要我帮你做决定吧？你不是说会照顾我的吗？我当然会照顾你了。那以后我说 OK 的，你就签吧。哎呀，这是一张卖身契，你已经被我卖掉了。坏死了你！龙哥，那我帮你买了你最喜欢的个标，还有菜头粿。哎，你不要像昨天一样什么都不吃啊！那什么不吃？吃！我昨天晚上已经想了一晚了嘞，已经想通了啦。你想做什么？那我从小到大就是一个大混蛋，40几岁只会惹麻烦，从来没有做过一件让人觉得光荣的事嘞。所以说，我这种人死掉都没有人可惜啊，你说是不是？你不要这样说嘛。那你有你自己的优点的，那比如讲，你够朋友，讲义气，大方潇洒。哇，你不干脆讲我比刘德华handsome更好，你不用安慰我啦。像我这种人不是罗家的人更好嘞，这样我就不会丢他们的脸吗？哎，你知道吗？以前我读书的时候只会打架闹事嘞，每一次害我father给校长骂，我father每一次从校长室出来的时候，总是头低低啊。哇，你知道有多丢脸吗？如果他早知道我不是他亲生的他就不会走路头低低这样丢脸吗？先好咯，
我不是他的亲生儿子，我的亲生father也死了。那即使我再丢脸哦，都不要紧了，你说是不是？对，还有一件事哈，你可以帮我查查报纸吗？你要查什么？我father讲哦，要登报跟我脱离父子关系吗？你帮我查到底登出来了没有？如果还没有登，你就帮我打个电话给雅喜，叫他提醒father早点登哦。龙哥啊，干嘛要这样子呢？什么？你不要自暴自弃吗？都不知道你讲什么，每次讲到这样深，我都听不懂。啊，你是不是讲气话？没有啊，哎，我是认真的嘞，你以为我开玩笑啊？你这又何必呢？雅喜也说啦，他只是一时生气，他不会心里没有你这个儿子的。谁说的？他心里早就没有我这个儿子了咯。不要说他，就连我的弟妹哦，心里都没有我这个大哥嘞。你看到现在，除了雅喜之外，他们都没有来看过我嘞。所以说人真的是很现实啊！一知道我不是罗家的人哦，连看都不来看我啊！龙哥，你怎么像缩头乌龟这样站在那边？进来了。龙哥，我买了这豆花水给你喝。我本来要买过 BO 的，可是怕你伤口复原后会有黑疤，所以就买了豆花水。那你喝了这豆花水之后哦，伤口复合会美美的。会这样的吗？嗯。我刚刚才买了个 BO 和菜头粿，我看你不要吃了啦。哎呀，你不要听他讲啦，他的话你也信？他这个人很笨的嘞，还说读什么鬼课程啊，还不是跟我一样笨？哎，难怪啦，我们两个是同个爸爸的吗？难怪这样笨呐。龙哥，我们不是笨，我们是老实，老实跟笨是不一样的。笨就笨呐，还老实个屁！我还听说哦，我们那个笨法的哦，花了一辈子哦，都花不出一个屁来嘞。你看他有多笨，所以讲哦，笨爸爸就会生我们这种笨儿子。哪里像佳琪？你看人家是做大医生呢，就是因为法的哦。对哦，他现在已经不是我法的了哦。哎呀，总之哦，他怎样都比我们的笨法的 steady 啊！龙哥，不准你再说自己的爸爸。自己的父母亲，即使再怎么差劲，也是自己的父母亲吗？我们应该尊敬他们，而不是看不起他们吗？你神经啊！你是在教训我啊！不管你怎么样，我还是照样要说的。你不应该说自己的父母亲吗？我讲他又怎样？我讲他笨又怎样？要不是他，马德死了之后会给法德讲。如果他活着的话，我要打他。龙哥，上一代的恩怨，我们这一代根本就不知道他情况。再说，据我所知，老板娘根本就没有恨老爸。当他知道爸爸在生病的时候，他还是照样去照顾他。龙哥啊，其实上一代的恩怨，我们有时候很难懂的。对啊。算了啦，不要讲了啦，我也懒得知道了。反正我现在已经跟罗家没有关系了咯，我都不叫罗家龙了咯。对哦，不叫罗家龙，应该叫什么啊？哎，William，你姓什么？我的中文名字叫王大虎。像我也要姓王咯。你叫王大虎，那我就叫王大龙啦。OK 啦，从今以后哦，你们就叫我王大龙哦。王大龙这名字真的难听嘞，那不然很像你这样啦，取个红毛名啦。哎，帮我想想嘞，啊，取什么好？龙哥，你没事吧？你神经啊！你有事，都还没轮到我有事嘞。哎，侠女，帮我想一个嘞。我又不懂，我哪里会啊？我不靠你们呐，我自己有了。我的偶像是李小龙嘞，李小龙的红毛名字好像叫布斯利嘞，像我就叫布斯王咯。大哥，老大，大哥，哇，你们两个 OK 了哈？什么 OK？ OK 就在一起了，不然你们怎么会一起来？
你知不知道字典里面有2个字叫巧合？也就是说，2个刚好碰到就一起来喽。那你们2个就是还没 OK 啊？哎呀，什么 OK 不 OK 啊？我跟阿娇还是好朋友啊。哇，真的是给你们弄得很乱呢。哎呀，大哥，他讲话就是这个样子的啦。对哦，听说你上了杂志封面啊？有没有拿一本给我看？有，当然有啦。那大哥，送给你的。哇，这个是你呀！哇，很美嘞，你看。哇，很漂亮哎。没有啦，是拍的好啊。我还以为啊，那个 Vincent 啊是个大骗子，没想到他真有一手啊。我都跟你讲了咯，事情还没弄清楚之前，不要冤枉人家嘛。哇，还好哦，阿娇没有听你的话嘞，不然就走宝啊。阿娇啊，你成名了啦！哎，来嘞，来嘞，帮我签名嘞。哎呀，大哥，哎，你不要乱动啊，你也不要再笑我了啦。你身体怎么样？哎呀，没什么啦，我练过螳螂拳的嘞，他们想砍死我没这么容易。我看你啊，还是把那几招螳螂拳啊省起来好了。你当初啊，应该学狮子拳啊，或是老虎拳啊，学什么螳螂拳？螳螂是最不堪一击的，脚一踩就烂掉扁掉了。你当初啊，真笨。是啊，我是笨啊，因为我不姓罗吗？哎，我给法德赶出来的事情哦，你们都知道了哦。哦。哎呀，不用问你们，我也肯定全世界已经知道了啦。那我跟你们讲哈，我已经改名换姓了哈，我现在叫王大龙，红毛名字叫不死黄哦。龙哥是在开玩笑的。什么开玩笑？我是开玩笑没？那家婆，从今天开始，我已经不再是你大哥了哦。你不要再叫我老大！你在说什么屁话啊？我跟你兄弟之间做了20几年呢，你现在不要我叫你一声老大，那你要我叫你什么啊？王大龙或者是不死了。什么大龙小龙的？老大，兄弟做了这么多年了，你应该也清楚知道我的为人是什么。我这个人是不管什么出身、什么身份的，你听清楚啊！你在我心目中永远都是我的好老大，大妈在我心目中永远都是我的好妈妈。痛啊！还是你讲义气了，还是你够兄弟嘞？你干嘛？感动到哭啊！来，哭出来舒服一点。哭？谁哭？男子汉流血不流泪嘞。是菜头粿辣啦，都是你啦，买的菜头粿这样辣，辣到我的眼泪都要飙出来了。大哥看起来真的很伤心啊。当然伤心啦。二姐告诉我啊，老爸说了很多很难听的话，连野种这2个字都说出口。可是他以前很少开口的啊。可能是因为大妈以前在的时候呢，他憋太久了。现在大妈一走之后，他就站出来威风一下咯。我想，可能他心里面也很难受吧。都已经过了这么多年了，有什么好难过的啊？大妈跟他在一起也40多年了，这么漫长的夫妻之情，难道都抵不过这一点的小瑕疵吗？我觉得老爸是越老越糊涂了。我想，你就劝劝他喽。你放心，我会的。啊，对了，我都忘记恭喜你，你成为封面女郎了。谢谢你啊。有没有模特公司找你啊？有啊。那很好啊，你干脆当模特很好了。哦，我知道我自己不是什么模特的料。人生苦短，有这个机会的话呢，就敢去尝试。我是会尝试，不过不是当模特儿。那当什么？我想尝试唱歌。唱歌啊？你
你是不是觉得很意外啊？其实不会啊，你的歌一向唱的都很好听的，可是有没有机会啊？下个星期我就要去台湾了，那边有一间制作公司，他们想要栽培我，还帮我出专辑哎。哦。刚开始的时候哦，我也觉得很不可思议哦。不过想了想，可能很快就被踢回来了。那先不要管成功与否，毕竟这个机会是很难得的，问题是可不可靠。Vincent 说没有问题。虽然之前我可能误会了那个家伙，可是我还是很想问你，你很信任他吗？他真的帮了我很多啊，而且他还改变了我很多的想法。如果以前的我就是鱼缸里面的小鱼，那我的世界就只是那几尺宽的鱼缸。可是他就让我看清楚了，鱼缸外还有小溪，小溪外还有河，还有大海啊！你很幸运，你要好好珍惜啊！佳倩，阿烈，那么巧啊！这是我摊位哦。你什么时候开的？开了好几天了。啊？是不是不相信我会正经开当做生意啊？不是啦，自己做老板很好啊。你生意怎么样啊？还不错。Hello， 烈哥。佳倩啊，我已经叫了东西了。阿烈，我们先走了。哎，你是不是来吃东西啊？我烤几只沙爹给你试试看啊。不用了。哎呀，佳倩，烈哥那么热情，你好好拒绝他。烈哥 ，OK， 我们就坐在那里。佳倩，你们走吧。那个阿烈啊，看到我搂住你的腰，他那的眼睛啊，好像要喷火一样啊！如果他知道我跟你上床，他不喷血才怪呀！好了，不要再说了。小姐，8块钱。对不起啊，我待会拿钱给你。好，没问题。喂，你是把我钱全部拿走啊？你怎么可以这个样子啊？问也不问一声就把人家钱全部拿走？喂，不是我不要说啊，你那个时候上了厕所，等我要跟你说的时候，你那 stupid 妈的又喊打喊杀的，叫我怎么告诉你啊？我现在没有钱还给人家，你说怎么办？小姐，这世界上有一种东西叫做提款卡，还有一种机器叫提款机啊。我没带提款卡出门啦。有没有搞错？出门不带提款卡？哦，是怕我又叫你按钱给我？啊？你现在说这些有什么用？我问你，我去哪里找钱还给人家？那么紧张干什么？这里没有当店啊？那这个去当啦。喂，这不是阿烈送我的项链吗？你连这种东西你都偷啊？不要偷那么难听啊！我看你说出他送你东西，我就一肚子气啊！你很喜欢他吗？你很爱他吗？你不要胡说了。那你一直待在身边干什么？我一直要找机会还给他啊！神经病啊！还他不如拿去当更好啊！你怎么可以这样啊？为什么不可以？你不去，我去啊！喂，现在几点了？谁还开门给你当东西啊？哎，嘉欣啊，来吃沙爹。阿烈，我都说不用了。不用跟我客气了，我的烤沙爹功夫啊是跟一个马来师傅学的，你试试看味道好不好？烈哥，好像不怎么样嘞。哎呀，不要生气了，跟你开玩笑而已。佳倩啊，你慢慢吃哦。阿烈，我刚才叫了东西，才发现我忘了带钱，你可以借我10块吗？没问题。那我明天会拿来还你的。不用了。喂，吃东西也要女人给钱，你是不是男人啊？烈哥，这你就有所不知了。
男人只要有魅力，不要说吃东西，女人会帮你给钱，即使你要什么，她也会给的。喂，不要吃光，这是给嘉庆吃的。几只沙爹而已嘛，你那么紧张干什么？这是给嘉庆吃，不是给你吃的。嘉庆什么都给我吃了，何况这是几只烂沙爹啊！你说什么？那个，你不要冲动，你不喜欢我说你的沙爹烂，我就不说喽。我问你说什么？什么嘉庆给你吃啊？什么意思？那个，你也是男人，你应该知道这句话是什么意思。难道你要我说到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吗？放什么狗屁！啊，你还听不懂啊？那我就说清楚一点，嘉倩已经跟我上床了，上床你懂吗？你，阿烈，你放手啊！你放手啊！那个火气那么大，小心烤沙爹烤焦了。好了，你不要再说了。阿烈，你快点回去做生意吧。喂，阿烈为什么那么生气？你到底跟他说了些什么？我告诉他，你已经跟我上过床。你，我是故意的，我知道他暗恋你，我就是要他捶心肝呢。怎么不说话？现在心疼啊？你快点吃了，吃完就走了。那么紧张干什么？我啤酒都没有来。你还叫啤酒喝啊？不行吗？你明知道我没有钱，你还叫啤酒？他不是给你了吗？我刚才只跟他借10块钱而已啊。那再跟他借了。我不去啊。啤酒来了。喂，不要开了，我们不要了。你干什么？开。要开还是不要开？你要喝你自己给钱啦。你干什么？在别人面前丢我的脸呢？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摆什么臭架子啊？啊！喂，你不要再推我，我脚很痛哎。推你又怎么样？吸白卡啊！我最讨厌人家叫我白咖了，你不要再叫我白咖了。你本来就是吸白咖，大小声干什么？打我！干什么？敢打嘉庆？嘉庆，你没事吧？没事啊。没事，你脸都红了，岂有此理！喂，阿烈，算了。你在哪里？你给我出来！你躲在哪里？不相信我找不到你！不行，我不能这样跑了，要不然尸体一被发现，我一定变成嫌疑犯的。嘉倩第一个就会出来指证我的。其实你也只是无心地错了
一次，是我放不下心思，任由你解释。以为这样的坚持是解决问题最好的方式，才发现爱一旦被搁置，难免语无伦次，模糊了样子。或许有时坚持根本就是幼稚。